美国说要摸着中国过河学创新，这是想猛踩油门拉开距离。中国呢，还应该继续摸美国，毕竟还有些东西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美国呢有个著名的外交杂志，这个杂志的名字呢就叫《外交杂志》。最近是刊登一篇文章，对比一下中美两国的研究能力，然后给了美国人一个警告，要好好关注一下中国，学学中国是怎么在创新领域投资的。一看这个标题我就吓一跳，因为我们不怕美国人趾高气扬，也不怕美国人造谣抹黑，美国人愿意骗美国人，倒霉的还是美国人自己。但是我就不希望看到那些把中国当对手的人能够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研究中国。对中国不吹不黑，冷静的敌人是最危险的敌人。这篇文章的作者说，过去几十年里边，很多人一讲中国，印象就是中国只会仿制，创新能力不行。这几年呢，发现中国在很多领域开始走向领先，一些美国人心态不平衡就指责中国人是非法偷西方技术，不尊重知识产权。问题是哪有那么简单呢？你考试80分，中国抄你卷子抄90分、100分，怎么可能？作者认为，就是对这种中国的误解给美国太多人还有美国政府一个错误印象，要领先中国好像很容易。但实际上，作者指出，任何一个中国创新都是勤奋的技术人员创造性思维产物。在微观层面上，可能中国跟别的国家创新过程没什么不同，但是呢，一定要从宏观层面来解释中国的技术崛起是怎么回事，特别是需要了解中国政府为了鼓励发展世界上最具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之一而采取了哪些措施。作者认为，中国的创新之路至少是走了3步棋。第一步呢，是2000年开始就把国内市场变成了一个半保护市场。一方面是保护中国企业不至于被国外强大对手一下子碾压倒下去，另一方面呢，也欢迎国外企业在合法范围之内进入中国市场发起竞争挑战，让中国的工程师、科学家能够在应对挑战过程中随时跟上领先的技术趋势。第二步呢，中国政府也是一直鼓励国内科研机构还有高校跟美国的高科技大公司保持学术往来，接触世界级的创新流程运作模式。然后作者感慨说现在明白了，美国公司在这方面还是发挥不少作用的。第三步呢，就是中国政府在前2步基础之上，开始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进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搞基础建设，然后投入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还有管理队伍。美国人觉得不应该这么干呢，因为政府应该不卷入商业竞争嘛，不能让政府决定谁赢得市场。但是中国政府证明，由政府来干预市场，恰恰就是加速技术扩散还有商业化的最有效途径。这位作者呢，还举了个例子，他说中国政府2017年的人工智能计划就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在2030年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卓越的人工智能中心。那最大影响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各级政府机构还有私营部门、国有企业搞了一大批的实验和活动。比如说，很多城市里边都创建了人工智能创业这个园区，叫什么加速器也好，孵化器也好，反正都是这么回事嘛。导致是大量的企业产生之后，中国现在用无人机智能喷洒农药，各个医院跟各个大学合作，创建了一批医用的这个 AI 研究机构。公安机关呢，应用人工智能视频监控打击犯罪。这些发展呢，都已经融入到了中国的生活领域。讲完中国的成功，进而作者又谴责美国政府办蠢事儿，比如说在半导体领域要跟中国搞技术封锁，这样只能促使中国在这个领域加速追赶。再比如对中国科学家进行无端的猜疑和打击，然后导致大量科研人员从美国流失。他说2005年要是这么对付中国也许有点用，到了2020年这个年头了，还想这么跟中国斗，对中国只能是促进。这位作者呢，给美国开了几个药方，希望美国向中国开放半导体市场，开放技术合作，这样才能吸引人才。关键是还要敢于投资。现在美国民主党还有共和党2党是互相攻击，导致谁都不敢干活了，否则科研失败
资金打水漂，马上就会遭受党派级的攻击。国会呢倒是提议在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立一个技术理事会，用来连接学术界、政府还有工业界。但是呢，这个技术理事会的资源有哪些？工作范围是什么？一直是美国国会里吵不清楚的话题。所以作者就认为，这个理事会的能力跟中国的机制没法比。美国人这么评价我们，而且说的基本符合事实，说明美国绝不甘心在竞争中失去优势。我们有了这么大进步，看到了对手的尊重，自己呢也要冷静，要看一看美国有哪些优势，必须让我们耐心学习。比如说，美国认为自己机制出了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啊，我们的科研机制里边也有不少外行领导内行、管理制度荒唐、思维落伍保守的现象。有些国有科研单位留不住人才，结果人才到了民企私企，就马上能让自己的学术水平发扬光大，这是为什么？所以评论区里边有朋友说，民企的有些产品啊，有时候比国家级的军工企业产品还要强，这个是真的。所以说，美国人盯着我们追赶他们的速度，我们也要盯着还有多少距离我们还没赶上。如果说我们的成就都会逼着对手加速，那么我们每一个成果也都必须是下一个艰苦磨练的开始。好，关于从美国对中国科研创新的观察，我们能看出自己的创新发展有哪些成功和不足。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